看看这个自大的家伙，他自称是本地联赛的王者曼努埃尔·席尔瓦，在短时间内夺冠之后，自以为自己是战无不胜的角斗士，将尊重二字彻底抛之脑后，不断的羞辱着手下败将。当他如例行公事一般欺凌下一位谦逊的对手时，却不知道这次踢到了铁板。瓦格纳鲁斯这位因果报应的行家专程来收拾这个恶棍，用一击重击标他。看看这个肮脏的选手，这个卑鄙的选手名叫罗曼·阿布杜勒，他用如同鼠辈行径灭绝了全人类，包括自己。杰伦·阿基曼被紧急派来追捕这只米老鼠。众所周知，外号液压锤的基蒙喜欢在比赛当中碾碎对手的头骨。比赛刚开始，他当即决定将啮齿动物塞进捕鼠器，准备抽干鼠血。但这个老鼠实在是太滑溜，即便如此，这位阿里曼也没有让老鼠活到第二回合，直接揍得他跪地不起。看看这只卑鄙的老鼠，哈马林·塔姆罗，他简直就是卑鄙战士的化身。他以阴险肮脏的手段成名，却像懦夫鼠辈般鬼鬼祟祟的偷袭对手。这恶棍一度以为自己无敌于天下，直到他的档案被送进了夜报局。于里立刻派出最强特工埃格尔·科托夫来收取他的亡魂。战斗中，鼠辈凶性大发，扑向埃格尔就是一顿染血暴击，这彻底激怒了这位英国特工，引起蒜头高扫如刽子手行刑般。紧接着，正义铁拳无情补刀，直接终结了这场审判。来看看这个恶棍机械师米梅德科夫，这个疯批人渣收集了一堆鼠辈战利品，又当他企图继续扩张藏品时，犯下了一个致命错误，那就是竟敢去招惹哈姆扎特·库夫。库夫一上场就是一阵狂风骤雨般的攻势，双拳如鞭，抽得这个恶棍无处可逃。可惜机械师没有终结者的装甲，连那句 I'm be back 都来不及说，就已经被库夫彻底摧毁。就这样，库夫用最严厉的惩罚为所有被这个阴险鼠辈伤害过的选手讨回了公道。注意看，这只肮脏的老鼠竟在比赛中阴险地捅了对手的眼睛，却在后续与 DJ 林德曼的对决当中遭到了制裁。传奇的轰鸣安东尼·约翰逊正在全方面压制笼中的对手。当林德曼发觉自己彻底溃败之后，竟使出了如此下作的手段，他捅向对手的眼睛，企图将约翰逊变成独眼侠尼克·福瑞。这鼠辈还想趁机追击，像扑奶酪似的扑向约翰逊，然而轰鸣早有准备，决定清理这只肮脏老鼠。不过用的可不是肥皂，是他残暴的重拳。注意看，这位大胡子选手终究自食恶果。耶稣罗杰斯对阵克劳迪奥·莫雷罗的这场比赛当中，堪称现世报的完美案例。莫雷罗活像是求关注的火鸡一般，用尽手段挑衅谦逊的罗杰斯，但更像阴险鼠辈般，在铃响之后还推搡补拳对手。但是鼠辈明显不知足，更嚣张的是要求对手到拳台中央对决。这一行为彻底唤醒了罗杰斯体内的猛兽，用一记残暴的 KO 作为回应，让这个人渣终于尝到了悔恨的滋味。注意看，这只人鼠杂交的怪物自称疯狂传奇，专以偷袭无力反抗者为乐，因其卑鄙行径，人送外号穆拉德鼠辈传奇。英国之神在震怒之下派出死神苏丹阿帕奇前来清算。双方交锋时，穆拉德阴招尽出，对阿帕奇发起了疯狂暴击，但死神岂会忘记使命？最终阿帕奇以暴制暴，打得这只卑鄙鼠辈只能委屈认输。相信从此以后，他再也不会翻开他这本鼠辈行为大全。看看这位来自鼠辈神山的马克萨特·约特，这个卑鄙小人靠着卑鄙手段爬上巅峰，在击败巴西选手路易斯·安德烈之后，竟公开羞辱对手，行径令人发指。卢卡斯·阿拉决定为同胞荣誉而战，是要惩戒这个恶棍。比赛一开始，卢卡斯就像米其林大厨一般开始料理这只肮脏的老鼠，先是将其双腿腌制入味，再文火慢烤，最后一击残忍的断腿技，完成完美装盘。这场战斗既为路易斯报仇雪恨，也让鼠辈尝到了以牙还牙的滋味。
之后啊，直接啊又来，又是这样。还有一个就是运动员场上，又是这样。当年轻的中国小将遇上拳坛老油条时，遇发生的情况让我们国人都为之震怒。这位来自国外的选手多次在比赛当中恶意的偷袭我们的中国小将，引得全场嘘声。这位就是我们来自中国的选手，名叫刘策，年龄28岁，身高195，体重90公斤，生涯战绩11胜1负，其中 KO 率达到了惊人的75%。而眼前这位白人选手啊，就是今天的主角，拳坛恶棍，来自荷兰的马里诺斯考滕。这位选手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拳坛恶棍啊，在之前的比赛当中也是多次违规啊，进行偷袭补刀。那么这场比赛是一场重量级的战争，必然是在电光火石之间完成精准的 KO。让我们拭目以待，中国小将将会如何应对这样的拳坛恶棍？这场比赛又将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好的，现在比赛开始，白色拳套红方选手啊，中国小将刘策，黑色拳套哦呦，刚说完话还没说完，这就开始了，又一次开始穷追猛打，西装连续的摆拳，还想持续的进攻，又是一脚高扫。现在刘策被打得有点懵，身形有些摇晃，要尽量稳住。现在报价有些抱不住了。咱们接着说，现在穿着黑色衣服、黑色拳套的就是来自荷兰的拳坛恶棍马里诺斯考滕。刚才的几记重击啊，直接将我们的中国小将刘策打，又是几发连续的重击，直接将我们的中国小将刘策打懵了啊！现在走路上还是摇摇晃晃啊，还是晕乎乎的啊！看到这儿，相信各位观众朋友们已经能想得出来，他这位外国人为什么被称为拳坛恶棍，就是他这臭名昭著的肮脏打法呀！这个名跟着他，简直就是侮辱了恶棍。他输出了非常多，所以现在是需要缓一缓。现在是刘策的反击机会，我们来看一下他有没有更多的一个进攻。双方互相前刺，低扫连续低扫啊！刘策现在就属于一个报价站的比较紧，但是我已经没有空间和这个预判能力来进行躲闪。是因为刚才的连续的重击啊，不仅是这个身体承受能力，还有一个就是运动员在场上，又是这样，我的天哪！各位观众朋友们，开场仅仅是第一回合，这位肮脏的选手就使出了3次同样的招数，但是可悲的是，我们的中国小将刘策竟然3次败在了同一招上啊！终归还是太年轻啊！说难听点，有一些记吃不记打呀。作为一名年轻的小将，在拳坛的经验上还是有一些欠缺啊，可能是平时习惯。裁判一说 break 就是两人分开，但是不是 stop 的话就是双方需要重开。对，所以 break 双方分开以后就可以继续打。刚才跳在空中的一个上勾。好的，又是连续的左右，低扫连续的低扫，连续2次砍腿。好的，各位观众们，第一回合比赛结束，现在来到第2回合，不知道咱们的中国小将刘策能否在第1回合的比赛失利当中吸取教训啊，在第2回合中拿出这份该在拳坛上拥有的沉着与冷静啊，以及这份老练。那他的历史战绩20战15胜5负，也是战绩还是非常不错的。刘策呢，目前呢，我们看他历史战绩呢10战8胜2负，其中有2次是 KO。对，因为这个来自于荷兰的这个斯考滕呢，都知道荷兰这个是世界上平均身高最高的一个国家。对，所以出大级别的选手呢是非常的多，而他肯定能找到这个很多跟他身高相仿的这种训练的伙伴啊。对，但对于刘策来说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刘策可能就很难找到跟自己身高相仿的这种训练和陪练的对手了。
你看上来第2回合之后，刘策稳了一些之后，其实对手并没有能够占到太多的便宜。对于刘策来说啊，他需要多增加一些身体的晃动和脚步的移动。是，因为大级别的选手，即便你报价比较紧，我们看这个斯考特的，即便是刺拳都能打穿刘策的这个拳架。因为上一回合当中，有同样情况，我们看刘策确实因为规则的问题啊，应该吃掉了很多亏。对。接下来到第2回合当中呢，双方目前看谁都没有太多的优势在。主席，打翻，这个是不可以的。好家伙，这家伙真是脏招不穷啊！在刘策没有再给他这种伪进攻真偷袭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之后，他竟然使出了用头锤这样的一个肮脏的招数。这项技能在格斗比赛当中是被明令禁止的，是不允许用你的头当做攻击手段的这又不是踢足球。哎呦，这一拳，一个精准的上勾，还想连续的勾，但是现在刘策由于体力的下降这个勾拳又是一拳，连续又是一拳，连续3次上勾拳，一个顶膝。刘策由于现在体力多少有些下降，他的拼拳的精准度你看勾拳的精准度还是有待提高，被遭遇反击。现在刘策还是有一点懵的状态，又被躲在角落，连续的重击。刘策施以这个不断的骚扰，双方因为重量级这个威力都很大。好的，第2回合比赛结束相较第1回合，刘策还是有很大的进步。上来双方又同样的招数，刘策好样的，没有在同样的招数上吃第4次亏一个转身的拼拳。经过前2回合的洗礼，刘策也是大概明白这家伙基本上就是将这连续的重击很重刘策扛住压住，又是偷袭又偷，好家伙，这家伙真脏一个飞膝，想按倒被裁判制止。这刚开始又开始忽然的暴喜的一个进攻，这家伙还真的是肮脏至极，可以说偷袭不断，真的就是我们吃在了年轻的亏上这个缺乏大赛经验，还是有点太天真，没有经过社会的毒打。5艘战列舰在这个火力对轰。好的前刺。看2个人选手的这个体能都已经消耗的很大了。又是这样一分开之后直接突施冷箭，低扫，继续低扫。刘策想要进，前刺。得上钩，但是都被对手给挡住了。又是低扫。双方这个进攻的威力都下来了。是，这会儿呢，更多的要看自己的毅力，看谁咬牙坚持。对，刚才这个刘策的教练大喊就手拿高，手拿高。对，你看他还有这种小假动作，把自己的拳往外甩一下，然后给你一个假动作佯攻，去影响你的视线。对，刘策要加把劲，因为目前看起来这个比赛的压制能力他还不够。对，第3回合，对手打得很油对。真的是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拳坛恶棍是名不虚传的。他不单是在分开时候突放冷箭假意求和、真偷袭亦或是一些假的小动作的佯攻，都做得非常的好这一点咱们可以说，如果按照规则来说，这一点是做得很好的。只不过按照拳击的精神来说，这一点有一些值得唾弃在打这场比赛的时候，刘策还没有被拜妖刀为师所以他的这个打法风格还没有完全的确定下来，现在还处于一个迷茫的一个转型期，属于是
所以说他在比赛当中体现的压制力还是有所不足，更多的还是被迫的防守啊，尤其是在面对这种拳坛老手的时候，只能做一个被迫的防守，然后再找寻机会，或者是在这一拳很重，这一下吸顶非常的吓人啊，在对手的攻击间歇抽空啊，找到一些反击的机会，这一点对于在大赛当中的对决啊，这种激烈的对轰下是非常不利的。好的，3个回合比赛已经全部结束啊，获胜方是来自这个荷兰的斯考滕啊。虽然咱们的中国小将在比赛上没有赢得胜利啊，但是这场比赛相当于给他积累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比赛的经验啊。相信在以后的比赛当中，他一定会势如破竹。我们期待他后续的表现。好的，观众朋友们，本期视频已经接近尾声了，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有了，已经明显的不行了，只有招架之功了。各位看，当只有20岁的中国女拳王张伟丽面对这些嚣张来华的踢馆的外国选手，她用全力诠释了什么叫做中国力量。她的拳头又快又狠，招招致命，让那些目中无人的外国选手尝到了苦头。张伟丽用绝对的实力证明，在中国的地盘上撒野，就要做好被暴打的准备。现在正昂首阔步向我们走来的就是中国著名的 MMA 运动员张伟丽。张伟丽在1989年出生于河北省邯郸市，作为一名地地道道的草根选手，他可以说是用着自己的一双拳头，在硬生生在高手如林的 MMA 界杀出了一条血路。他的成功不仅是简单的草根逆袭，更是大力的推进了女子格斗事业的发展。而他本场比赛的对手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名叫阿尔玛·朱尼可。虽然朱尼可来自澳大利亚，但他却有着阿尔巴尼亚血统，就是那个著名的盛产怪物的血统。这名选手是一位实力非常强劲的对手，他曾经2次夺得了冠军金腰带。可以看到，这位选手出场穿着自己的民族服饰，他希望在客场作战，这样的守护能给自己带来力量。但是令人无法理解的是，这名选手竟然在赛前采访环节大放厥词啊！他不仅嘲讽我们的中国选手，他还在嘲讽我们整个的中华民族，甚至搬出了东亚病夫这样的恶劣言语。那既然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张伟丽目光炯炯，双拳似箭，直指他的项上人头。比赛开始，红方选手张伟丽，蓝方选手朱尼可。在身高臂展方面，不可否认，朱尼可有着一点点微弱的优势，但是在体重相当的情况下呢，张伟丽明显要显得比对手强壮许多。这副经过千锤百炼的躯体呢，给张伟丽的每一拳都带来了炸弹一般的力量。朱尼可一直在用自己手长脚长、攻击范围更大的这一点优势呢，想去不断蚕食着咱们的张伟丽。这一记窝心脚看起来很重，但是想在格斗擂台杀出一条血路，不光要有炮弹般的重击，更要有钢铁般的肌肉。这2位汉女的眼睛里虽然都是杀气凛然，但是都非常谨慎。看看这一脚，哎呦，这一脚被截腿了，看张伟丽能不能摆脱被裁判拦下了，很好，张伟丽成功的化险为夷。这一套组合拳结结实实的轰在了朱尼可的脸上，这一下估计要得不少的分。又是2拳，双方又缠斗在了一起。朱尼可不断的想用袭击去消耗张伟丽，试图拉开距离。裁判做出警告说：“不能你一直这么残暴。”正蹬被张伟丽截腿，后摆拳。
好像打到了太阳穴，被裁判警告。躲开一脚。哦，这一脚有点冒进了，张伟丽不慎滑倒，但是好在朱尼克也没有上前补拳，问题不大。双方又缠斗在了一起。哦，这一拳正中他的肋骨横膈膜的位置，现在他应该已经呼吸困难了。抓住机会就是两拳，一脚又一脚，一个后摆腿没摆到，这一脚摆到那就不得了了。双方又缠斗在了一起，这两个人，张伟丽知道对手在身高臂长上有优势，他就想着突破到对手的内线，企图由内而外的去瓦解这名对手。好的，第一回合结束，双方互通有无，交换了一波体力，都没有受太严重的伤。简单进行一波补给之后，就要开始进行第二回合的比赛。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回合的精彩回放。哦，这一拳是结结实实的命中到了张伟丽的脸上，张伟丽也是毫不逊色，还以延续组合拳回击。这一记转身后摆拳并没有打乱张伟丽的进攻节奏。好，比赛进入第二回合，双方选手整备完毕，重新上场。教练还在布置战术。简单破拳之后，比赛开始。双方依然都还是很谨慎，换了一波腿。感觉张伟丽第二回合打的明显比第一回合还要更具侵略性，就像是当年这些外国的侵略者想要侵入我们中华领土一样。以前我们国力衰弱，没有能力，但现在我们必是寸步不让。双方又缠斗在一起，张伟丽。哦，这一脚势大力沉。这一脚又被截腿，躲得有惊无险。张伟丽神功更多，好样的，张伟丽！又是再次截腿，张伟丽这场的出腿好像没有那么干净利落被对手多次拦截。就这种情况就非常的危险，但凡有一次出现失误，被对手搂腿按倒在地，就容易被对手拿到7成位，陷入巨大劣势。双方仍然互通有无，又缠抱在了一起，膝撞被裁判拉开。朱尼克这场其实并没有太好的发挥出他的身高臂长的优势虽然他高了不多，但是臂展确实是比张伟丽长了一些。张伟丽本场也很清楚，他的目的就是要切进你的内线，跟你拼短打。现在双方都在大口的喘着粗气，这一拳成功击中一个后手的直拳，被轻打了一下鼻梁。这一拳势大力沉，成功命中。对手的鼻子也是直接被这一拳打断了，可能直接。张伟丽已经开始掌握比赛节奏，一记后摆腿，这脚应该踹到了胯骨上。一个灵巧的走位，又是一拳，一拳又一拳，对手被他尾到棱角，一顿狂风暴雨般的输出张伟丽完全打疯了，不想给对手一丝机会，继续。张伟丽乘胜追击，搂腿，轮到我了。对手现在明显已经开始软弱无力了，又是几记组合拳。
搂腿想扳倒没成功。现在又到了开始拼耐力的时候了。第二回合结束，救了这个外国选手一命啊！要不然，就按现在这样的进攻节奏来说，张伟丽可能在下一次出手就要拿下比赛。好的，让我们看一下第二回合的精彩回放。第二回合的张伟丽打的明显更具侵略性啊，他更加频繁的切入到对手的内线，让对手的身高臂长的优势没法很好的发展。这也就让张伟丽有了很好的贴身短打重拳出击的机会。那几记狂风骤雨般的连击把他堵到绳脚，暴揍了几十拳，差点就把对手直接打回了澳大利亚老家。不过这一切都只能说是他自己咎由自取，谁叫他赛前那般的侮辱我们的中华民族。我们的张伟丽为国争光，成功拿下本场比赛。注意看，暴怒中的卡塔林·莫罗萨努彻底失去理智。这位罗马尼亚疯狗将尊重二字践踏在脚底，在与谦逊的扎比特·萨多夫对决之前，这个无赖依旧我行我素，上演着羞辱对手的狂欢大戏。铃声刚响，扎比特竟以雷霆之势将莫罗萨努的脸造成沙包。眼看胜算渺茫，这个卑鄙小人竟使出阴招，偷袭拳击打后脑。但扎比特岂是等闲之辈？在随后的比赛当中，这位高加索战神用实力证明，格斗场上也有等级之分。注意看，这位犬种的母亲曾恐惧眼前这头野兽会夺走他儿子的性命。安东尼亚德这头凶残的英国野兽已经用无数的战利品堆砌起了自己的恐怖传说。而今，他将狩猎目标锁定在了年迈的冠军谢尔盖·科瓦列夫身上。比赛全程，亚德都占据绝对上风，将碎骨机逼得满场逃窜。他的儿子受尽折磨，科瓦列夫的母亲心碎落泪。自以为胜券在握的英国佬开始肆无忌惮地嘲弄这位老将。但目睹母亲泪水的科瓦列夫就如同浴火中烧的凤凰，在绝境中爆发出惊人的能量，一记记重拳如同雷霆落下，打得亚德节节败退。此刻，再度落泪的母亲脸上已经绽放出了骄傲的光芒。背到嘴边还能失手，大卫·里克斯用血泪参悟了这局宴，以浮夸登场闻名的作秀王里克斯，这次遇上了英国恶棍麦克贝奇。但贝奇不但精通表演艺术，更掌握致命格斗技。赛前里克斯没想明白，若敢挑战猛虎，就该备好匹配的利爪与獠牙，而非徒有其表的斑纹。残酷现实来得太迟，铁笼中无处可逃。佩奇就好像戏耍老鼠的猫一样，将里克斯玩弄于股掌之间。溃不成军的里克斯只能苟延残喘，直到裁判仁慈终结比赛。看来利勒宝石在佩奇的无限手套里的确占据着特殊位置。注意看，这个伪装德克萨斯人模样的卑劣之徒，简直就是傲慢无礼的混合毒药。赛前就暴露鼠辈本性，用下作手段去偷袭对手。但英国之神派来雷内·斯维诺，带着必胜全家桶来惩治恶徒。称重仪式上，这个混混再次挑衅，不用拳头碰拳，则用肚皮顶人。雷内当即祭出正义铁拳，打得鼠辈像醉酒小丑般踉跄不止。
接着雷内化身五星大厨，开始料理薯干版法式乱炖。但这只啮齿动物很快就体力不支，满脑子都想滚回迪士尼乐园。最终雷内大获全胜，将鼠辈送进宠物公墓，永远治好了他的狂妄病。注意看，这个卑鄙小人耍阴招，终遭报应。雷库珀3世在赛前称重仪式上竟偷偷推搡对手马修·科尔曼，这行为可真够下作的。尽管库珀后来改头换面，但天道好轮回，这次派来星星官杰森·杰克逊。比赛初期，这只老鼠还能闪躲反击，但当杰克逊觉醒杰森·沃赫斯第二人格，瞬间开启狂暴模式，手肘像砍刀般疯狂输出。第一回合结束的铃声暂时救了这只老鼠，但很快杀人魔就用一记粉碎性重击将卑鄙小人轰倒在地。人形绞肉机杰森·杰克逊完美的执行了这次处决，让阴险之徒付出代价。注意看，这个狂妄的选手在比赛中嘲讽对手，结果惨遭致死。维尔塞隆与迪瓦斯·费雷拉斯的空手道对决当中，费雷拉斯开局就占据上风，自觉胜券在握的他就开始羞辱对手，甚至夸张的表示感觉不到对手的拳头。被击中的塞隆突然爆发，一记高扫地狠狠地击中了费雷拉斯的面部。当费雷拉斯试图反击时，却反被塞隆巧妙的截腿压制。但这个傲慢的选手却不知收敛，继续吐舌挑衅。殊不知塞隆根本不吃这套，用一记记重拳给的上了一堂真实的物理课。回合结束时，塞隆一记凌厉的高扫直接 KO 了这个漂亮小丑。这位嚣张的选手用亲身经历印证了那一句“祸从口出”的真谛。